一起来看精彩短剧《离婚当天富少上门求娶》故事解说。身怀身孕的谢清婉独自乘坐公交车出行，车上的乘客看到她大着肚子独自乘车，纷纷议论起来。有路人主动招呼谢清婉坐下，还有人看着乖巧的孩童随口夸赞。可更多乘客却满脸不解，纷纷出声质疑。大家认为挺着大肚子的孕妇不该独自挤公交，甚至有人恶意揣测谢清婉是非婚怀孕，调侃没有哪个男人会让自家怀孕的妻子独自坐公交买菜奔波。面对众人的流言蜚语，谢清婉连忙开口解释，称自己的丈夫对自己很好，只是近期工作太过忙碌，才没时间陪伴自己。随后默默向好心让座的路人道谢。公交车行驶途中，路上突然出现意外状况，有人莫名躺倒在路面上，公交车司机立刻停车，急忙向周围乘客作证，自己的车子距离倒地的人还有100米距离，完全没有碰到对方，是对方自行倒地的。车上的乘客见状，纷纷吐槽如今的老人为老不尊，习惯性讹人，感慨坏人已然变老。但也有人细心观察，发现倒地的老人并不像是故意装病讹人，看起来是出现了濒死喘息的危急状况。善良的谢清婉见状，立刻想要上前帮忙，周围的路人连忙出声劝阻，提醒她身为孕妇不要多管闲事，贸然触碰倒地老人会承担全部责任，好心帮忙很可能落得被讹诈，好人没好报的下场。老人的家属大概率不会感恩，反而会肆意追责。即便众人纷纷劝阻，谢清婉依旧没有退缩，真诚感谢大家的提醒后，坚持让众人帮忙拨打救护车。得益于谢清婉专业的急救操作，倒地的老人得以撑到救护车抵达医院。医护人员十分感激谢清婉的出手相助，误以为倒地的老人是谢清婉的父亲，连连称赞他孝顺又善良。可谢清婉却告知医护人员，自己并不认识这位老人，不仅冒着风险出手救人，还主动垫付了老人的所有医药费。处理完急救事宜，谢清婉心系家中琐事，连忙叮嘱医生好好照料老人，自己还要赶回家中做饭。医护人员看着怀有身孕还仗义救人的谢清婉，忍不住由衷感慨，她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女人。离开医院后的谢清婉心里盘算着时间，想着丈夫下班接完孩子孙玲放学，大概还有1小时才会到家，自己时间尚且充裕。就在这时，她一眼看到了丈夫孙浩的车子停在不远处，便快步上前查看情况。走近后，谢清婉看到儿子孙玲正和一位陌生的王妈妈待在一起，气氛格外融洽。孙浩看到突然出现的妻子谢清婉，瞬间面露慌乱，当即开口质问她为何不回家做饭，反而出现在这里。一旁的王妈妈见状，连忙开口打圆场，主动表示自己会帮忙照料孩子孙玲，让谢清婉赶紧回去忙活家事。眼前的一幕让谢清婉瞬间看清了真相，她满心失望地质问孙浩，自己每日在家辛苦操持家务，照顾家庭，而孙浩口中的每日加班忙碌，实则是偷偷带着儿子私会第三者。事已至此，孙浩不再伪装，坦然承认了自己的过错，直言自己真正爱的人是王兰兰，当初和谢清婉结婚，仅仅是因为王兰兰害怕生育，不敢生孩子而已。孙浩冰冷的话语彻底击碎了谢清婉的期许，他满心悲愤地诉说自己为了这段婚姻，甘愿辞去工作，放弃事业，一心一意在家做全职家庭主妇，尽心尽力维系家庭，到头来却换来丈夫的背叛。情绪崩溃的谢清婉忍不住怒斥二人，一旁的儿子孙玲却突然出声维护王兰兰，不许母亲辱骂对方，还亲昵地称呼王兰兰为妈妈。孩子的举动深深刺痛了谢清婉，她颤抖着质问儿子，既然他认王兰兰做妈妈，那自己在这个家里到底算什么？难道只是一家人的保姆吗？接连的打击让身怀身孕的谢清婉身心俱疲，身体瞬间支撑不住，痛苦地捂着肚子呼喊，急需前往医院救治。即便谢清婉腹痛难忍，濒临崩溃，孙浩依旧不为所动。身旁的王兰兰还温柔提醒孙浩，二人早已订好家庭餐厅，催促他尽快动身前往。孙浩丝毫不在意腹痛不止的妻子，无视旁人提出先送谢清婉就医的提议，冷漠表示救护车很快就会赶来，无需自己费心。年幼的孙玲更是只顾着自己饥饿，吵着要跟着王兰兰去吃饭，还再次出声维护王兰兰，不许母亲出言诋毁她。孙浩也再次冷漠重复，自己爱的人从来都是王兰兰，和谢清婉的婚姻不过是将就而已。剧烈的腹痛席卷全身，谢清婉彻底撑不住，痛苦的哀嚎出声，满心担忧腹中的孩子。等谢清婉被送到医院后，迎接她的却是残酷的噩耗。医生冰冷地告知她，她腹中的孩子已经没能保住。得知消息的谢清婉彻底崩溃，不敢相信这个结果，一遍遍哭喊着自己的孩子，不肯接受现实，固执地认为孩子还在保温箱中，苦苦哀求医护人员让自己见孩子一面。与此同时，有人将谢清婉救人后流产，身处医院的消息
汇报给了傅氏集团的傅少傅子秋，告知他这名救人的女子此刻就在他名下的医院就医。傅子秋得知消息后，立刻动身赶往医院。他心中一直十分好奇，自家老爷子临终前执意要交给这名陌生女子的东西，究竟是什么珍贵物件？医院里，一名中年女人对着崩溃的谢清婉冷嘲热讽，直言她肚子里的孩子已经没了，让她不要再自欺欺人。谢清婉不愿接受现实，不停反驳对方，坚信孩子还好好的。中年女人见状，更是肆无忌惮地说出真相，直言谢清婉被送到医院时，腹中孩子尚且有救治的机会，是谢清婉亲手害死了自己的孩子。这番话让谢清婉彻底崩溃，她愤怒地质问对方为何如此恶毒，是不是早就知晓孙浩出轨的事情？中年女人毫不避讳地坦然承认自己早就知情。她还傲慢地告知谢清婉，王家是依托傅氏集团扶持起来的家族，只要靠着王兰兰搭上傅氏集团的人脉，拿到投资，自己外甥孙浩的公司就能成功上市。她言语刻薄地打压谢清婉，称谢清婉没有任何背景人脉，从始至终都只是孙家传宗接代、打理家事的育儿工具，根本不配阻拦孙家的前程。面对谢清婉的愤怒斥责，中年女人毫无愧疚之心，反而告知她一个更残酷的真相：孙浩早已以孩子亲生父亲的身份和自己签下了谅解书，默认了这一切的发生。这场悲剧本就是他们精心策划的结果。谢清婉满心悲愤，质问他们就不怕遭到报应。中年女人却一脸不屑地嘲讽她，直言婚前的谢清婉年轻漂亮、高学历有前程，自己尚且会有所忌惮，但如今的谢清婉只是一个没有工作、被丈夫抛弃的弃妇，根本不足为惧。说完这些话，中年女人拿出一份离婚协议书，逼迫谢清婉签字净身出户，立刻从孙家搬离。遭受接连打击的谢清婉坚决不肯签字，对方见状直接叫来人手，强行控制住谢清婉，逼迫她按下手印签字。就在场面混乱、谢清婉孤立无援之际，傅子秋突然现身医院病房，厉声制止了众人的举动。傅子秋气场冰冷，质问在场众人是谁允许他们私自闯入，肆意欺凌他人。中年女人见到傅子秋后，依旧不知悔改，反而倒打一耙，向赶来的江院长哭诉，谎称谢清婉情绪失控，肆意闹事，请求院长叫来保安将谢清婉赶出医院。不等谢清婉辩解，他便恶人先告状，声称谢清婉蓄意闹事，态度嚣张跋扈。谢清婉急忙向院长说明实情，诉说对方不仅逼迫自己离婚，强行签字，还间接害死了自己的孩子。眼前的陌生男子只是出手为自己打抱不平，可中年女人依旧嚣张，笃定院长不会相信谢清婉的话，甚至当众逼迫谢清婉低头认错，扬言只要谢清婉服软，自己便可以既往不咎。僵持之际，傅子秋身边的人直接出手，当众打了中年女人一巴掌，瞬间震慑住全场。中年女人又惊又怒，立刻向院长哭诉，控诉傅子秋无视院规，当众动手，不把院长放在眼里。江院长此刻却神色大变，连忙恭敬地向傅子秋致歉，态度谦卑无比。众人这才得知，眼前的傅子秋正是傅氏集团的太子爷。傅子秋主动向茫然的谢清婉重新自我介绍，表明自己是他未来的未婚夫，这是老爷子生前定下的婚约。此前嚣张跋扈的中年女人彻底慌了神，不敢相信一无所有、刚刚流产被抛弃的谢清婉竟然能和傅氏太子爷定下婚约。江院长深知事态严重，立刻问责在场闹事的两人，当场决定开除二人，扣除当月所有薪资。即便如此，不知死活的两人依旧出言顶撞，仗着孙家和傅氏有合作，丝毫没有畏惧之心。傅子秋身边的人冷冷点破对方的依仗，直言他们不过是靠着孙家与傅氏的合作作威作福，实则毫无底气，更是当众揭穿了他们联手陷害谢清婉，害死未出世孩子的全部真相。傅子秋当即下令让法务部全员待命，放下手头所有工作，全力起诉这名中年女人，追究其全部法律责任。彻底认清现实的两人瞬间崩溃，连忙跪地求饶，不停向傅子秋和谢清婉道歉认错。江院长也为自己的失职深深自责，主动提出递交辞职信，让出院长职位，为自己的监管不力承担责任。待众人散去，病房终于恢复安静，傅子秋才向谢清婉道出所有缘由。傅子秋告诉谢清婉，他早上出手救助的那位无名老人，正是自己的爷爷，也是傅氏集团的创始人。只是老爷子年事已高，病重缠身，即便得到及时救治，最终还是因病离世。而谢清婉的善意，让老爷子走完了最后一程，不留遗憾。为了报答谢清婉的救命之恩，也为了兑现承诺，傅子秋将爷爷遗留的信物交给谢清婉，那是一枚专属傅氏集团董事会的戒指，只要持有这枚戒指，就代表股权转让流程已经启动。
待到手续全部完成，谢清婉将会成为富士集团最大的股东。而二人的婚约也是老爷子临终前的最后嘱托。回想起孙浩的绝情背叛、旁人的恶意欺凌，以及自己失去孩子的痛苦，谢清婉彻底斩断了对过往的所有念想，当众宣告与孙浩从此一刀两断，再无任何纠葛。面对突如其来的身份转变和婚约，谢清婉短暂迟疑后，坦然接受了这一切。傅子秋安排手下将专属黑卡交给谢清婉，并告知他1周后将会接他出席富士集团的股东大会，正式接手集团事务。之后，谢清婉独自前往高端礼服店，想要挑选一套适合出席晚宴的正装。可刚进店，势利的店员就看他穿着朴素廉价的衣物，出言嘲讽，直言店内不允许穿着不得体的顾客入内，认定他买不起店内的高端礼服，纯属来凑热闹装阔。谢清婉平静询问店员，是否意味着自己今日无法在店内消费？资深店员依旧满脸不屑，嘲讽他打肿脸充胖子，不想浪费时间接待他。随即转头指派店内新来的实习店员招待谢清婉，还暗自吐槽每次都会遇到这种装大款的顾客，十分晦气。心地善良的实习店员没有丝毫势利眼，温柔安抚谢清婉的情绪，坦言普通女孩都有追求精致的权利，主动热情地拿出多款礼服让谢清婉挑选，耐心为她搭配试穿。谢清婉试穿一套礼服后，效果格外惊艳。实习店员由衷夸赞她气质出众，十分适配这套礼服。随即又面露为难，告知她这套礼服是店内价格最高的款式。谢清婉毫不在意价格，淡然让店员将礼服打包。一旁的资深店员见状，再次出言讥讽，直言不是礼服价格太高，而是谢清婉家境普通，穷且不认命，催促她赶紧脱下礼服，免得沾染上穷酸气息，影响店铺格调。实习店员忍不住为谢清婉打抱不平，却被资深店员警告，若本月业绩再不达标，就会被店铺辞退。面对店员的刁难，谢清婉没有过多争辩，只是平静吩咐实习店员将自己刚刚所有试穿过的礼服全部打包。这个要求让在场店员无比震惊，没人相信看似普通的谢清婉有能力买下所有礼服。资深店员连忙上前，想要主动接手结账服务，讨好这位隐形贵宾，但谢清婉明确拒绝了他的示好，坚持让态度善良的实习店员全程负责结账与打包事宜，将所有提成留给了对方。实习店员又惊又喜，连连向谢清婉道谢。就在这时，傅子秋突然现身礼服店，温柔和谢清婉打趣，告知他所有股权交接手续已经全部完成，他如今已是富士集团新任总裁，随时可以到岗履职。另一边，孙氏集团众人得知富士集团更换新任总裁的消息后，瞬间慌了阵脚。孙家长辈拿出祖传玉佩，叮嘱家中人务必倾尽所有讨好新任总裁，直言孙氏集团能否成功上市，全部寄托在这位新任总裁身上，能否搭上富士的人脉，直接决定孙氏的未来发展。不久后，谢清婉前往富士集团准备正式入职报道，却在公司楼下偶遇了孙浩和王兰兰。两人看到谢清婉后，立刻出言嘲讽，认定谢清婉是得知富士更换新总裁，特意赶来攀附权贵，钓金龟婿。王兰兰更是恶意诋毁，嘲讽谢清婉刚经历流产，失去孩子就迫不及待傍上大人物，毫无底线和尊严。这番恶毒言论彻底激怒了谢清婉，她厉声警告王兰兰，不许任何人提及自己失去的孩子。可孙浩依旧不知悔改，当众颠倒黑白，指责是谢清婉亲手害死了自己的孩子，还恼羞成怒地污蔑谢清婉，称她是不甘心离婚，想要挽回自己，才故意跑到富士集团闹事，想要拖累自己，拉自己跌入底层。谢清婉忍无可忍，当众揭穿孙浩的真面目，细数自己为这段婚姻、为孙浩付出的一切。她坦言自己当初为了支持孙浩创业，毅然放弃来之不易的国外深造机会，更是被孙浩以男主外女主内的理由哄骗，将自己潜心研发的专利无偿交给孙浩。正是靠着这份专利，孙浩才成功创办公司，站稳脚跟。否则，如今的孙浩不过是底层普通打工人而已。面对谢清婉的控诉，孙浩依旧矢口否认，百般狡辩。一旁的王兰兰更是火上浇油，出言嘲讽谢清婉，声称不被爱的人才是第三者。谢清婉腹中的孩子本就是多余的孽种，不堪羞辱的谢清婉当场抬手扇了王兰兰一巴掌，狠狠回击对方的恶意诋毁。王兰兰被打后立刻示弱，孙浩当即维护王兰兰，厉声呵斥谢清婉放肆。就在双方僵持不下之际，富士集团陈副总闻声赶来，孙浩见状立刻恶人先告状，谎称谢清婉蓄意闹事，想要破坏孙氏集团与富士集团的合作，请求陈副总出面处置谢清婉。陈副总听闻今日是新任总裁入职报道的日子，下意识打量眼前的谢清婉，心中满是疑惑。
孙浩见状更加肆无忌惮，当众贬低谢清婉，称她只是自己离异的前妻，没有学历，没有事业，常年在家做家务、带孩子，如今就是心怀怨恨，故意来公司捣乱报复。随后孙浩更是出言嘲讽，故作调侃地询问富士集团是否还招聘保洁，还当众作证，声称谢清婉做家务十分勤快，打扫厕所干净利落，十分适配保洁岗位。王兰兰也顺势附和，嘲讽谢清婉一身市井气息，满口谎言，根本不配踏入富士集团大门。二人一唱一和，嚣张至极，直接叫来保安，勒令保安将冒充大人物、蓄意闹事的谢清婉强行赶出公司，想要让他当众颜面尽失，受尽屈辱。就在保安准备动手之际，傅子秋霸气现身，厉声制止了所有人的动作，直言谁敢动谢清婉，就是与自己为敌。现场众人瞬间惶恐不已，孙浩却依旧看不清局势，误以为傅子秋只是普通闹事者，仗着孙氏集团是傅氏的合作方，态度嚣张，甚至出言威胁傅子秋，扬言要终止双方合作，让傅氏承担损失。傅子秋身边的工作人员随即当众揭穿真相，直言孙氏集团85%以上的项目资源全部依托富士集团的扶持，一旦富士终止合作，孙氏集团顷刻间就会破产倒闭，根本没有威胁富士的资格。这番话让在场众人恍然大悟，纷纷鄙夷孙浩二人的狂妄无知、厚颜无耻。即便真相摆在眼前，孙浩依旧不死心，搬出二人尚未办理离婚手续的事情，污蔑谢清婉婚内出轨、攀附权贵、品行低劣，声称富士集团绝不会与道德败坏的人合作。傅子秋不再多余争辩，直接官宣谢清婉的身份，告知所有人，眼前的谢清婉正是富士集团空降的新任女总裁。这个真相彻底震撼了在场所有人。孙浩和王兰兰瞬间脸色惨白，呆立当场，不敢相信自己肆意羞辱、肆意践踏的继父，竟然是手握富士集团大权的新任总裁。陈副总得知真相后，无比惶恐，连忙向谢清婉鞠躬致歉，为自己刚才的怠慢和失职赔罪。谢清婉气度淡然，没有过多追责，只是平和表示自己刚刚入职，对公司事务尚不熟悉，后续还需要陈副总多多协助配合。陈副总内心愈发愧疚，而孙浩一行人则被保安当众驱逐出富士集团大楼。临走之前，孙浩依旧大放厥词，扬言孙氏集团即将上市，就算得罪谢清婉，日后谢清婉也会主动低头求自己。面对孙浩的痴心妄想，工作人员直接告知他，富士集团终止合作的合同已经拟定完毕，将会即刻送达孙氏集团。孙氏的上市梦想彻底化为泡影。即便遭遇重创，孙浩和王兰兰依旧没有认清现实，私下还自我安慰，认为只要在后续富士集团的欢迎酒会上搭上新任总裁，依旧能挽回合作，实现上市。二人始终没有将刚刚的真相放在心上，依旧狂妄自大。不久后，谢清婉与孙浩前往民政局办理离婚手续，办理人员告知二人签字后即刻解除婚姻关系。孙浩却突然拿出一份财产分割协议，要求谢清婉签字。孙浩满脸得意地告知谢清婉，协议中明确规定，双方离婚后各自财产独立，互不分割。谢清婉净身出户，无权分割自己名下的任何资产。不仅如此，孩子的抚养权也归孙浩所有。孙浩极尽嘲讽地表示，无钱无势、一无所有的谢清婉，离婚后注定无人接纳，只能独自落魄度日。谢清婉平静地签下名字，淡然表示孙浩的自作聪明，实则是帮自己省去了诸多麻烦，平静提醒他日后必定会为今日的所作所为后悔。孙浩对此嗤之以鼻，笃定后悔的只会是谢清婉。他坦言自己之所以执意签下这份分割协议，就是为了让谢清婉一无所有，让他后半生活在悔恨和不甘之中。他还嚣张告知谢清婉，富士新任总裁的欢迎酒会门槛极高，没有邀请函根本无法入场，嘲讽谢清婉只能去酒会应聘保洁，继续做底层苦力。面对对方的百般羞辱，谢清婉只是淡然回应，届时自会在酒会上相见。富士集团新任总裁的欢迎酒会如期举办，商界众多大人物悉数到场，所有人都对这位空降、毫无背景、毫无消息的神秘新任总裁充满好奇，就连富士集团的陈副总此前也完全不知情，一度以为自己会是集团新任继承人，最终却意外落空。酒会现场，傅子秋一直陪伴在谢清婉身边，温柔安抚她的情绪。谢清婉内心难免忐忑，不确定自己是否真的配得上这突如其来的一切，也对傅子秋的心意充满迟疑。傅子秋坚定地告诉他，自己会一直陪伴左右，做他最坚实的后盾，全力支持他接手集团事务。在众人的万众期待之下，主持人正式登场，隆重介绍持有富士集团40%股份、手握集团最高话语权的新任董事长。
当谢清婉的身影出现在众人眼前时，全场瞬间哗然，在场所有人都满脸震惊，不敢相信眼前这位年轻的女子就是神秘的傅氏新任总裁。就连提前知晓些许风声的陈副总也倍感意外。